没有魔力的废物放出鬼火，瞬间烧毁了整块测试用的石板。入学测试又被称为龙傲天的装逼第一天。笔试完了之后是魔法测试，操场上矗立着5块不同属性的石块，要求学生们对着石块释放魔法，成绩采取积分制，击中越多的石块越有利。不过一般人只有一种魔法，能挑战的也只是1块石板，成果也不怎么样。很快轮到伊法出场，终极火魔法瞬间将石块烧穿，伊法又来到下一块石板，依旧是终极风魔法，威力惊人，看得大家目瞪口呆。标靶都碎成这样了，还让他们后面的怎么玩？老师赶紧表示他们还有备用的标靶。伊法忐忑地回到赛卡身边，以为自己做得不好，但赛卡就很惊喜，伊法的风魔法居然学得这么好。看到弟子有所成长，他欣慰到哭泣。下一个就轮到了赛卡，大家都疑惑他一个无魔力的废物要怎么考魔法。就见赛卡召唤出蓝色的火焰，在标靶上熊熊燃烧，经久不息。紧接着赛卡又尝试土魔法，他将金和土流入标靶内，甚至懒得想名字，随手一指，城中的黄铁矿就冲破石块生长出来。之后赛卡又拿出符纸制造水流，将整块水属性的标靶封冻后，宣布就试到这里。他用阴阳5行代替魔法使用，风不在5行之中，光和暗他也摸不着头脑。即便如此，他所展示的也实实在在吓到了大家。赛卡和伊法就已经够让人震惊了，而另一组老师负责的阿米又更是恐怖，他是自创校以来第一个破坏所有属性标靶的考生，搞不好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勇者。很快入学名单公布，阿米优、伊法、赛卡分别成为前3。成绩发布的几天之后，他们正式入学。今天是开学典礼的日子，赛卡在和伊法去礼堂的路上察觉到了异常，大量的暗精灵聚集在森林周围。赛卡走进去查看，发现地面上有着一个怪异的魔法阵，害怕是学校装置，他们没有煽动。赛卡偷偷留下符纸监视，和伊法继续前往会场。新生代代表阿米优上台致辞。这时赛卡突然感受到魔法阵亮起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大量恶魔冲入礼堂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有些学生冲在前线对抗恶魔，然而他们的初级魔法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就在赛卡看不下去准备出手相助时，阿米优挺身而出和恶魔缠斗。赛卡注意到恶魔的小动作都很迟钝，比起破坏更像是来侦查的。他用符纸观察礼堂周围，很快发现魔法阵前施法的术士。赛卡叮嘱伊法觉得危险就用魔法逃走，随后他的身影凭空消失，原地只剩一个纸人。诡异的歌声在林中响起，赛卡单枪匹马来和恶魔玩玩，只以为赛卡是个着急立功的小屁孩。恶魔召唤3只眷属冲向赛卡，2只被当场秒杀，最后1只赛卡将其强行收服，当面偷家以示挑衅。看来这小屁孩还算有点本事。恶魔召唤出数把巨剑，他是司长火与土的金属恶魔。赛卡用来对付小恶魔的符纸对他毫无作用，恶魔向赛卡扔出巨剑，速度很慢，赛卡随便一扭头就能躲过。就在他疑惑之际，巨剑突然擦着他的脑袋又飞了回来。恶魔用转移魔法改变了巨剑的轨道，恶魔挥出火焰，赛卡急忙跃起躲避，却没想到恶魔突然瞬移到他身后一刀劈下，赛卡断了1只手臂。他问恶魔在寻找什么，而恶魔居然寻找的是传说中的勇者。魔王和勇者的传说根本不是童话，而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。说着恶魔一刀砍掉了赛卡的脑袋，准备继续去找勇者，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诡异的歌声再次响起。恶魔惊悚的回头，发现赛卡居然毫发无伤的站立在巨剑上。恶魔对着赛卡的脑袋扔出飞刀，赛卡被击中，但又很快复活。恶魔不信邪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到赛卡无法复活为止。勇者也是一样，必须在他变成最强之前杀了他。赛卡只觉得无聊，你以为只有力量强大之人才能撼动世界吗？所谓力量指的是数量，强大则是能狡猾地操纵他们。一个人的暴力对世界来说不值一提，这可是曾经当过最强的肺腑之言。说着，赛卡降下大量流水，将恶魔所在之地淹没。恶魔用转移魔法逃走，从头顶朝赛卡扑来。赛卡侧身躲避，召唤雷兽，在全身湿透的状态下被雷击中，这一下应该结束了。然而雷电散去，恶魔却消失在原地。紧接着，赛卡的身体被一只手从后贯穿。你以为我是碟中谍，其实我是千层饼的。赛卡一把抓着恶魔释放爆炸，自己则借着远处的纸人完好无损的转移。恶魔不服输，他还能继续战斗。赛卡拉奇怪的符咒肯定所剩无几了，而赛卡一个响指，铺天盖地的纸符布满2人周围。这可是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点一滴做出来的。而战斗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赛卡召唤角龙将恶魔一口碾碎，本想装逼耍个帅，没想到角龙到了异世界居然想逃跑。赛卡费了好大劲才把角龙赶回相位。等他回到礼堂，这里的战斗也结束了。阿米又一个人打倒了所有的小恶魔。一个人不管再怎么强大，也会被周遭众人拉下并击溃，这是前世赛卡亲身经历的痛，所以他才需要有人代替他成为最强。只要躲在最强的保护伞下，一定能得到最大的利益。而赛卡看上的人正是身为勇者的阿米优。而恶魔袭击时间过了1个月，赛卡的好朋友计划却一点也不顺利。先不说阿米优根本看不起他，而且他也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和人成为朋友。赛卡和伊法走在路上，头顶突然掉下一个陶罐，赛卡及时用转移术士带走伊法，才让2人免于被诡异的绿色液体浇头。这时戈德老师从窗口探出头，里面装的是用来研究的媒介。他本来打算用暗魔法将壶转移到楼上，却没想到出了岔子。下周是建校纪念仪式，学校将会停课。卡林老师安排排名前2位的阿米优和伊法将新生名册拿到罗德内亚森林里的神殿供奉。一想到森林里出现的恶魔，赛卡就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于是举手提问其中1人拒绝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就会由第3名同学代理，于是赛卡命令伊法回
回绝老师，既然是传统仪式，就不应该让奴隶去做。伊法当然不会生气，他知道赛卡肯定有什么计划。赛卡表示是为了扭转阿米优被人反感的印象。这一下伊法可醋到家了，原来赛卡喜欢阿米优那样的女生。赛卡说他只是觉得阿米优很强大，想要抱大腿而已。伊法急切地表示他也能变强，而且不希望赛卡再做出那样的事了。听到赛卡被说坏话，他会觉得不舒服。就这样，到了仪式当天，赛卡阿米优穿过森林前往神殿。阿米优问赛卡到底想做什么？那个巨乳奴隶已经无法满足他了吗？居然连同学都想出手。赛卡反驳他和伊法不是那种关系。之后惊奇阿米优居然也会说下流话。阿米优还没反驳，头部就突然传来一阵刺痛。紧接着赛卡的周围树桩上发现了一个魔法阵，两人靠近后，魔法阵突然扩大，紧接着白光一闪，他们被传到了一处阴暗的隧道里，周围还有魔物环绕。阿米优利落出手消灭了3只魔物，似乎对这种事非常习惯。阿米优刚收起剑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怪物。赛卡放的木桩来了个爆头，怪物出没，构造又像地下道，他们可能被传送到了迷宫里。阿米优很冷静，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出口。迷宫的生存力很低，很难等到救援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被转移到了哪里的迷宫。要搜索这样的遇难者，就连专职冒险家都不愿意去做。赛卡拿出符纸照亮，又让纸人紧贴天花板，感应他在学校里面的风行式神。前方出现了大量怪物，阿米优兴奋地拔刀冲上前，结果因为一时疏忽，被怪物一拳捶到地上爬不起来。赛卡立刻折返，发动木桩保护阿米优，却让阿米优陷入昏迷后，赛卡召唤出百足虫，将周围横扫一空，又将阿米优的伤转移到纸人上。但阿米优醒来之后却仍头痛难忍，一张开结界后疼痛就消失了。赛卡怀疑他中了诅咒，阿米优确定是入学的时候才有的这个毛病，但他不认为是诅咒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咒印，不过可能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。于是阿米优就脱下衣服让赛卡仔细查看，但也没有发现什么。赛卡有了阿米优一根头发绑在纸人上，这样纸人就能成为他的替身。阿米优对赛卡很好奇，他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知识？真的没有和伊法亲近过吗？就连他都看得出伊法喜欢赛卡。赛卡表示他们只是朋友。阿米优不信，哪有贵族和奴隶做朋友的？赛卡说自己只是数字，家里大家都不待见他，只有伊法愿意平等待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但赛卡的真实想法就是不想投入太多感情，即便转世，他也不相信任何人。阿米优的母亲是工会干部，父亲是冒险家，不过他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家庭。他非常喜欢战斗，不管是跟怪物还是跟人，父母都觉得他很奇怪。通常大家都会在乎冒险以外的事，受了伤会痛，会害怕死亡，但他却完全没有。以前遇到过大规模的冒险队死一半的人，但他却兴奋的还要继续冒险。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所以他才离开工会，来到学校也是为了变强。只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，战斗就会很无趣，这样他就能变成普通人了。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和怪物战斗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很有趣。他或许真的是个怪人。赛卡并不这么觉得，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留下子孙传承到下一代，为了在各种环境下存活，留下不同的子孙很重要，只是适合阿米优的环境还没到来罢了。而且阿米优除了战斗，不还喜欢下流的话题吗？不会说话的赛卡惨遭阿米优飞拳警告，不过因为赛卡的安慰，他也振作了起来。两个人继续探索迷宫，一路上配合默契，战胜了迷宫王纳加。阿米优兴奋地扑向赛卡，他还是第一次打迷宫 BOSS， 和赛卡的合作也是完美无间。讨伐迷宫的奖励是一把秘银宝剑，赛卡把剑给了阿米优，他拿走了一枚掉落的戒指。两个人约好以后还要一起去冒险。之后两个人顺利离开迷宫，将发生的事告诉了老师。不过老师们都不知道神殿底下还有迷宫，魔法阵也早已消失，无法查出犯人。而就在当晚，赛卡找上了戈德老师，问他仪式进行的是否顺利。原来戈德就是潜入学校的魔族间谍，他放魔族进学校，设置迷宫都是为了葬送勇者。见身份被拆穿，戈德是一秒都不想装了。赛卡证据都没摆出来，就迫不及待的跳反。没错，间谍就是我。戈德无疑是个天才，可惜才能没用在正道上。他创造出了远程攻击阿米优的诅咒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耗时很长。既然被赛卡发现，那就只好请他去死了。然而戈德刚演绎狂笑完，就听赛卡问他，难道没发现诅咒已经不在阿米优身上了吗？他的设定是淋到恶魔之血的人为诅咒目标，而阿米优在入学典礼上打败了恶魔，赛卡将被他抓获的恶魔杀死，淋上恶魔止血，将诅咒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戈德只觉得赛卡疯了，就让自己承受他的诅咒。没想到赛卡念了一段咒语，直接将咒返还给了戈德。戈德害人终害己，被自己的咒语反噬七窍流血而亡。别忘了，诅咒可是阴阳师的专业。解决了卧底，这下普通的校园生活终于能开始了。赛卡把戒指送给了伊法，他也如愿以偿的和阿米优成为了同伴。